我一个从没坐过电梯的1楼业主，却被物业带人强行索要8000块的电梯费，可我不仅1毛都没有上交，反而让物业给我赔偿了2000万。此时，物业经理王大发带着2个5大3粗的保安堵在我家院门口。只要你还喘气儿，这电梯费你就得交。王经理，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住1楼，我家大门直接朝向小区中庭，带独立小院，从交房到现在整整3年，我连这栋楼的电梯按钮都没按过。你让我交3年共计8000块的电梯运行维护费，你觉得这符合哪条法律？法律在这片小区，物业定的规矩就是法律，管你住几层，只要你房产证上写的是这栋楼，电梯费就必须按平米数摊拍，你不交就是占全小区业主的便宜。这时，住2楼的张大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达了过来。小林啊，大妈说句公道话，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你虽然住1楼不坐电梯，但电梯坏了，整栋楼的房价不都得跟着跌？你出点钱维护一下，那是给你自己的房子保值，懂不懂啊？张大妈，既然你这么深明大义，这8000块钱不如你替我交了，反正电梯你天天坐，一天上下10几趟，就当多交点磨损费了。呸！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的？我凭什么替你交？你这叫胡搅蛮缠。王经理，你别跟他废话了，这种老赖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林峰，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太阳落山之前，这8000块钱要是没打进物业的账户，你这日子就别想安生过了。停水停电断网这都是轻的，我还要把你的大名打印出来贴在小区大门口的耻辱柱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副自私自利的嘴脸。王大发，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了。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物主企业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你如果敢动我的水电，我会立刻报警，并向住建局投诉。哼，报警？你去报啊！你去看看警察管不管这种小区内部的经济纠纷。老子在物业混了10几年，什么刺头没见过？跟我讲法律，老子今天就给你上一课。走，去机房。活该，让你横，这下有你受的了。回到客厅，就听见厨房里传来噗的一声闷响。我快步走过去，拧开水龙头，只有几滴浑浊的泥水滴落下来，紧接着头顶的吸顶灯也彻底熄灭了。我走到窗前，看着小区街道亮着的灯光。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陪他们玩把大的。第二天一早，我是被手机疯狂的震动声吵醒的。拿起手机一看，全是小区业主群里的消息。王大发在群里连发了3条长语音：各位业主，大家早上好！一栋1楼的业主林峰恶意拖欠物业费和电梯费长达3年，我呼吁大家共同抵制这种老赖行为。我走出院子，我家的门上被人用红色的油漆喷了2个巨大的字：老赖。我转身回到没有电的客厅内，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再次看向手机屏幕，群里的消息已经炸开了锅。第一，我住1楼，未使用过电梯，1楼业主无需缴纳电梯运行费。第二，物业私自停水停电，喷洒侮辱性标语，已涉嫌寻衅滋事罪，我已截图取证，法庭上见。王大发，你铁了心要捂住我的嘴，用舆论暴力逼我低头。既然群里说不通，那就走正规渠道。你好，我要投诉强盛物业私自锁了我家水表总闸。好的，先生，我们马上派人过来查看。半小时后，我带着供水局人员来到总控水闸室门口。干什么的？谁让你们进来的？我们接到投诉，来检查水表总闸。检查个屁！机房种地，闲人免进。这小区的设备归我们物业管，轮不到你们插手。同志，私自掐断居民用水是违规的，请立刻开门。我违规？他拖欠物业费就不违规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进这个门，除非他把那8000块钱一分不少的交上来。林先生，这情况我们处理不了，建议您报警吧。看见没？这就是老子的地盘。林峰，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我不仅要停你的水电，我还要让你在这个小区寸步难行，连送外卖的都进不来，你信不信？我看着他那张小人得志的脸，没有说话，转身往回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手滑了。小林啊，你这身上本来就脏，也不差这点泔水了吧？张大妈，这盆水我会让你连本带利的喝回去。哼。回到家，我没有急着清理身上的污渍，我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了一个黑色的密码箱，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套微型针孔摄像头和录音设备。既然明着讲理行不通，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
我踩着凳子，将摄像头隐蔽地安装在院门上方的屋檐下，镜头死死对准了那扇被泼了红漆的门。一切准备就绪，就差鱼儿上钩了。接下来的3天，我彻底体验了什么叫社会性死亡。小区的布告栏上全都贴满了我家那扇被泼了红漆的院门照片。我没有理会这些。这几天，我一直靠着充电宝维持手机电量，静静地等待着老陈的消息。第4天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清理被砸坏的兰花。大家都看看啊，这就是下场。我们物业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了他，要求补齐8000块电梯费，再赔偿12000违约金和名誉损失费，总共2万块，1分都不能少。这种案子我闭着眼睛都能打赢。1楼业主为享受电梯服务不承担电梯费，这是有明确法律条文支撑的。王大发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哪来的底气起诉我？当翻到了证据目录那一页，在协议的最下方赫然签着林峰2个大字，下面还按着一个鲜红的手印。我盯着那个签名，瞳孔猛地收缩。伪造签名？怎么，林大少爷看傻眼了？白纸黑字红手印，这可是你当初买房时自己签的字，现在想赖账，晚了！王大发，伪造签名和指纹作为伪证提交给法院，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妨害作证罪，最起码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少在这儿吓唬老子！老子告诉你，这官司你输定了，到时候不仅要花钱，我还要让你当着全小区的面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伪造证据，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民事纠纷。王大发背后一定有懂法律的人在给他支招，他们以为用一份伪造的协议就能把我按死在耻辱柱上。好，很好。王大发，这份传票我收下了，下周3开庭是吧？你最好祈祷，到了法庭上，你的骨头还能像你的嘴一样硬。死鸭子嘴硬，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查到了，强盛物业的账目烂得像一锅粥，他们不仅挪用了你们小区的维修基金，还涉嫌一笔巨大的账外资金流动。王大发，希望开庭那天你还能笑得出来。过了3天，我刚从外面吃完饭回来，就看到小区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一辆花里胡哨的面包车停在门口。我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家人们，谁懂啊？今天大猛哥来到本市最高档的小区之一，带大家见识一个极品老赖，住着几百万的豪宅，连8000块都要赖账。大猛哥，你可要为我们物业做主啊！我们辛辛苦苦为业主服务，他不仅不交钱，还扬言要弄我。是啊，是啊，太过分了！大猛哥，你看看，这就是他打的。太过分！这小伙子心肠太坏了，我好心劝他，他居然拿泔水泼我一个老太婆。你们看看，我这衣服上的印子还没洗干净呢。让我们一起去曝光他。就是他，他就是那个老赖林峰。老铁们，这就是那个极品老赖。来，林峰是吧？你住着豪宅赖着8000块钱，你良心不会痛吗？我没有欠任何费用，1楼不交电梯费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至于物业伪造签名起诉我，以及私自断水断电的行为，法庭上自会见分晓。少在这儿满嘴喷粪，法院传票你都收了，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我告诉今天当着全网观众的面，你要是不把钱交了，我们就强制执行。给我把这道门砸了！快看，王总亲自下令砸门了，砸得好！对付老赖就得用硬手段。王大发，你确定要砸？在砸之前，我建议你先抬头看看。你居然装监控！装监控怎么了？老子今天就是替天行道，砸你的门也是你活该！给我砸！继续砸，不要停！家人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正义的铁锤！住手！都给我放下手里的东西！同志，您怎么来了？我们这儿处理点小区内部纠纷，这小子欠钱不还，我们正……是我报的警，我举报强盛物业经理王大发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毁坏私有物质，以及涉嫌伪造重要证据，妨害司法公正。所有的监控录像和相关证据都在这里面。警官，我申请立案。林先生，关于你报案称我当事人寻衅滋事和毁坏财物一事，我当事人是在履行物业管理职责，催叫你长期拖欠的合理费用。至于砸门，那是保安在情绪激动下的过激行为，我们愿意赔偿你一扇新门的费用，大约1000块。签了字，这件事就算了。听见没有？
张律师可是大所的主任，你识相的就赶紧签字，别给脸不要脸。张律师，既然你是大所的主任，那你的法律常识应该不至于这么奚落吧？带着4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打砸私人住宅大门，这叫情绪激动下的过激行为。林先生，你不用拿法条来吓唬我。事情的起因是你拖欠费用在先，这是你亲属签名的协议书，白纸黑字，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你违约在先，我当事人采取一定的自力救治手段，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签了字想赖账，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了你。哎呀，我好怕呀。林先生，我希望明天在法庭上你还能笑得出来。现在开庭，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原告强盛物业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林峰补缴3年电梯运行维护费8000元，以及1万2违约金和名誉损失费，共致2万元。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何答辩意见？审判长，我拒绝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一，我作为一栋1楼的业主，房屋结构特殊，大门独立朝向小区中庭，从物理空间和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我完全无法，也从未享受过原告提供的电梯服务。根据民法典第273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这里的义务应当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之上。对于1楼带独立营业、完全不具备电梯使用条件的业主，强制摊派电梯运行费，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我反对。审判长，这是林峰亲笔签名的电梯运行维护费均摊协议，白纸黑字，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张律师，你提的那份均摊协议确实有这条规定，但是你们似乎刻意隐瞒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审判长，这是我从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调取的记录，证据显示1栋的这2部电梯其运行资质早在2年前就已经过期。审判长，这是市司法鉴定中心提供的鉴定报告。过期？那我们天天坐的电梯是不合格的？原告强盛物业在电梯资质过期、未进行法定年检的情况下，长期非法营运，并以此为由向业主强行收取维护费，这不仅是违约，更是对全体业主生命安全的严重漠视。基于非法行为产生的收费主张，自然不受法律保护。资质过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举报原告涉嫌伪造证据，用伪证对我进行污蔑。原告提交的协议经鉴定，被告签名系伪造，且手印与原告经理王大发的指纹高度吻合，这足以证明原告为了达到非法敛财的目的，不择手段，恶意诉讼。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有何异议？王经理，你不是说这份协议是林峰当面签给你的吗？我没，可能是他不小心按错了。原告无异议。审判长，我最后举报一点，这3年，强盛物业不仅违规收取各项摊派费用，还私自挪用了一栋全体业主的维修基金，总计高达120万，账本的复印件在此。你怎么会知道？休庭10分钟。全体起立。本院认为，原告强盛物业公司在电梯运行资质过期的情况下，向被告收取电梯维护费缺乏合法依据，且原告提交的关键证据系伪造，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强盛物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字费由原告承担。此外，针对原告涉嫌伪造证据、非法运运、挪用维修基金等违法行为，本院将依法依公安机关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好你个王大发，拿我们开玩笑！退钱，2年的电梯费1分不少全退回来！精彩，真是精彩的辩护，林律师。认识一下，强盛物业总公司董事长赵启强。你赢了王大发那个蠢货，但这事儿还没完。林峰，我知道你的底细。市里最大的张伟大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专打经济纠纷和物业维权案，为了老母亲隐病，特意在这个小区买了1楼带院子的房子，隐姓埋名装普通人。怎么，大律师体验生活体验够了，想拿我们强盛物业开刀立威？赵总既然查过我，
就该知道我做事的风格。我不管你是什么总公司董事长，你们物业私自断水断电，伪造证据，挪用维修基金，每一笔账我都会跟你们算得清清楚楚。算账？你拿什么跟我算？这是王大发那个蠢货惹出来的麻烦，我替他买单。撤销对维修基金的追查，立刻搬出这个小区。这笔钱够你在更好的地段买一套大平层了。看来林大律师也是个聪明。赵启强，你可能对我的身价有什么误解？1000万还不够我接一个大案子的咨询费。我要的不是你的臭钱，我要的是你们把吃进去的业主血汗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敬酒不吃吃罚酒，林峰，你别以为赢了一场官司就天下无敌了。在本地，我赵启强想弄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知道惹错人的下场。赵启强不好对付，强盛物业只是他名下众多产业中的一个，他背后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会怕他。哎呦，小林啊，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大妈之前是受了王大发那个混战的蒙蔽，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林律师，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英雄，你能不能帮我们把那钱追回来？维修基金的案子，经侦大队已经立案调查了，至于能不能追回来，能追回来多少，等警方的通报吧。老陈，东西弄好了吗？把赵启强名下强盛建材偷税漏税以及违规参与市政工程竞标的证据直接发给税务局和纪委，顺便抄送一份给本地的所有主流媒体。我要让他明天一早连哭都哭不出来。第二天清晨，我是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砸门声中醒来的。哎呦喂，你们这是要我老命啊！凭什么拆我家？你们这是暴力执法，我要告你们！张翠花，你家这违建侵占公共绿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限期拆除通知书下了3次了，你拒不执行，现在依法强制拆除，再敢阻挠执法，连你一起带走。跟着赵启强闹事，以为能捞到好处？我不过是顺手把他家违建的证据，连同物业那些违规材料一起交上去了而已。哎呀，我怎么感觉自己变得有一点点记仇呢？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林先生，幸会。赵老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林先生好手段，一招釜底抽薪，把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送进了局子。启强年轻气盛，得罪了林先生，我代他向你赔个不是。只要林先生肯高抬贵手，撤回那些举报材料，条件随你开。无论是钱权，还是你们律所需要的资源，我赵强盛都能满足你。赵老先生，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我举报你儿子偷税漏税，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而不是为了跟你谈条件。法律不是用来交易的筹码。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以为你扳倒了启强，就能扳倒整个强盛集团吗？在这个市里，我赵强盛想要对付一个人，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最好想清楚，为了一个破小区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不值得？赵老先生，既然你查过我，那你就应该查得再仔细一点。你看看这个。你居然暗中收购了那块地的债权？没错，那块地原本属于我父亲的工厂，当年你们强盛集团用卑鄙的手段强行拆迁，逼得我父亲破产跳楼。我隐姓埋名在这个小区买下1楼，就是为了查清当年你们勾结物业、隐瞒地基下沉真相的证据。电梯费那不过是你们为了掩盖地下车库违规改造冷库，导致地基严重受损的障眼法罢了。赵强盛，你们父子的报应才刚刚开始。你是林动的儿子，你居然还活着！我不仅活着，我还带着当年的证据回来了。移动的倾斜率已经达到了危险临界值，一旦倒塌，几千条人命，你强盛集团赔得起吗？林峰，你到底想怎么样？只要你把原件交给我，那块烂尾楼的地我无会还给你，我再给你2个亿，这事儿咱们私了，行不行？哼，
私了？我父亲的名，几百户业主的安危，你用2个亿就想买断？赵强胜，你太看不起法律，也太看不起我了。就在刚才，我已经将所有的证据，包括你们当年报告的证据，同步发送给了省纪委和国家级新闻媒体。你们强盛集团彻底完了。你够狠，我们走。你走不了了。赵强胜，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跟我们走一趟。压在心头10几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第2天，国家级媒体头版头条曝光了强盛集团的黑幕。强盛集团价值50亿的股票彻底崩盘，宣告破产清算。小林啊，不，林律师，大妈之前真是有眼无珠，你可是咱全小区的救命恩人啊！这点鸡蛋你拿着补补身子，以后谁敢说你一句坏话，大妈第一个撕烂他的嘴。张大妈，鸡蛋你拿回去吧，我这人不记仇的，你放心，以后在小区里大家按规矩办事就行。爸，我做到了。法院还罚了强盛集团2000万。属于我们的东西我拿回来了，那些害了你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